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潇洒的守门员，潇洒死了；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疯狂的守门员，疯狂死了。在这些又潇洒又疯狂的个性门将中，齐拉维特都是极具魔幻色彩的一个。3次世界最佳门将，60米任意球吊对方大门，啐罗伯特卡洛斯，揍鲁杰里，竞选巴拉圭总统，魔幻到几乎分裂。我是足球人物区老新人足球司机涵，本期视频我们一起聊聊足坛最硬核的7人门将齐拉维特。齐拉维特的个性是写在脸上绣在衣服上的，他有一身自己设计的战袍，胸前是一只呲牙咧嘴的斗牛犬。据他自己说，这种动物表面上看上去很凶残，但内心却非常高尚，在守护自己的人民。而从小家庭贫困，光着脚踢球长大，5、6岁开始就要每天跑好几公里送牛奶赚生活费的齐拉维特，有着自己的足球哲学。足球比赛就是一种心理战，如果你胆怯，你的战斗力会减少，而我喜欢挑战，所以他赛场内外都张牙舞爪，和对手正面硬刚。而为了锻炼自己的攻击能力，他很早就练习任意球技术。1982年，17岁的齐拉维特在老家的卢克尼奥竞技进入一线队，正式开启职业生涯。2年时间内出场64次，又打进4个任意球，因此19岁的齐拉维特就被亚松森瓜拉尼挖走，当年就拿到了巴拉圭联赛冠军。随后就来到了足球联赛水平更高的阿根廷，加盟圣洛伦索。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老熟人，咱们的老熟人。87年，咱们的功勋主帅米卢带领墨西哥打进世界杯8强后，想换换口味，就短暂执教了阿根廷的圣洛伦索半年，当齐拉维特的主教练。在这里，他就鼓励齐拉维特继续磨练，将任意球作为自己的武器。从此，齐拉维特就每天练习至少120个任意球，练到随心所欲、炉火纯青、天地变色、鬼哭神嚎。1989年8月27日，24岁的齐拉维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打哥伦比亚，见队友迟迟拿不下比赛，齐拉维特说：“该我出手了。”就在补时最后1分钟打进一记绝杀任意球。这场比赛还是世界杯南美预选赛的关键比赛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，在世界杯预选赛上，中国队新招进的年轻守门员王二蛋在比赛的最后1分钟任意球绝杀韩国，全国人民得疯了。王二蛋的社交账号当天晚上得涨粉200万，但此时的齐拉维特已经转会西甲萨拉戈萨。第2轮比赛到第4轮比赛都和国家队比赛冲突。第2轮齐拉维特替国家队出战，国家队赢了，可萨拉戈萨输了。萨拉戈萨不乐意呀，快给我回来，否则扣你工资。结果萨拉戈萨赢了，巴拉圭输了。但齐拉维特在西甲的经历并不美好，相对于狂野的南美，西班牙的足球理念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保守的。齐拉维特罚任意球，开玩笑，被打反击怎么办？就连时常冲出禁区补位，指挥队友落位，这样看来正常的举动，当时的球迷都目瞪口呆，以为俱乐部买进了一个疯子。守门员不就应该守着门线当八爪鱼吗？齐拉维特这暴脾气，虽然暗地里不停嘟囔说你们是没见过我真的疯，但还是没有爆发，也算不容易。不过很快回到了阿根廷，加盟了萨斯菲尔德。在这里他遇到了完全信任他的名帅比安奇。随后10年便是齐拉维特最好的10年，联赛冠军、南美解放者杯冠军、丰田杯冠军纷纷被齐拉维特摘在手里，其中萨斯菲尔德93年到98年3夺冠，而之前的冠军要追溯到朗朗恶沟的1968年了。从未参加过丰田杯的萨斯菲尔德也在如日中天的 AC 米兰身上爆冷，让红灰军团无计可施。这期间，齐拉维特的进攻能力被完全释放。1990年萨斯菲尔德对阵河床的比赛中，齐拉维特在距离球门60米处的地方直接起左脚吊射破门，这粒进球在世界足球史上都永远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1999年萨斯菲尔德对阵厄斯特的比赛中，齐拉维特在比赛中凭借点球3次破门，就此成为第一位完成帽子戏法的门将。有了这个资本，他更能嘲讽单场3次罚丢点球的帕拉莫了。齐拉维特在阿根廷成为世界巨星，而很有意思的是，受齐拉维特害最深的也是阿根廷。齐拉维特在国家队一共进了8个任意球，其中3个都是对着阿根廷进的，而且主要都是他和巴蒂的对决。其中97年世界杯预选赛上，已经是队长的他就和阿根廷队长巴蒂互飙任意球，最终双方1比1握手言和，不分胜负。而齐拉维特对阿根廷进球的3场比赛还都是平局，平分秋色，双方都很有面子。看到这里，一定有人说他不务正业，但齐拉维特并不是那种本职工作一塌糊涂，全靠奇葩行径博眼球的门将。虽然他逐渐的脑袋大脖子粗，看上去不是老板就是伙夫的样子，但他的本职工作完成的不只是出色，而且是极其出色，世界顶尖的那种出色。齐拉维特连续6年入选南美年度最佳阵容，并在1996年一举包揽了阿根廷足球先生和南美足球先生。
在1995年、1997年和1998年3度当选世界最佳门将。其中，在97年阿甲联赛萨斯菲尔德对阵博卡青年的比赛中，他和马拉多纳奉献了世界级别的攻守。马拉多纳主罚的任意球直飞球门左上死角，切拉维特反应神速，庞大的身躯也飞了起来，用指尖将球救出，堪称世纪扑救。马拉多纳见球被扑出后，一边鼓掌一边走向切拉维特，并与他击掌。98年世界杯，切拉维特入选了世界杯最佳阵容，将最后的世界冠军法国拖到加时赛。亚凯在自传中都明确表示不愿在点球大战与切拉维特较量。2001年，切拉维特入选国际足联最佳阵容，还被国际足联授予20世纪南美最佳门将。放在20多年后的现在，即使不让他罚任意球，凭借切拉维特后场拿球出球的能力，特别是精准的长传脚法，即使2个亿，瓜帅也会逼着卡塔尔财团买下来。唯一要担心的就是他的暴脾气。前面已经说过，他的足球理念是心理战，一定要正面硬刚，他也是这么做的。凭借1.88米的身高和强健的体魄、惊人的气势，还有他胸口的大狗，谁惹他不高兴就捶谁。他打过或吐过口水的球员能组成一个足球队。1996年，代表萨斯菲尔德出战的他对阵老东家圣洛伦索时，在一次身体碰撞之后，切拉维特唱着左勾拳右勾拳，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又狠狠命中了阿根廷名宿鲁杰里的头部。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，巴拉圭对阵哥伦比亚时，他将口水吐在了阿斯普里拉脸上，对手则还了一巴掌，两人双双被红牌罚下，但切拉维特吃亏了。这可不行！下场的切拉维特经过哥伦比亚替补席，立刻偷袭了阿斯普里拉一拳。因为这件事，哥伦比亚黑社会还曾要枪杀切拉维特，还去问阿斯普里拉意见，吓得阿斯普里拉连连摆手说：“算了算了。”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上，巴拉圭对阵巴西，切拉维特遇到了我们第3级的硬核奇人卡洛斯。这家伙个子不高，胆子不小，不断挑逗切拉维特。比赛结束后，切拉维特当着全世界的面，一口老痰直接飞向卡洛斯面门，一点不给卡洛斯面。不过也有浑人敢反抗，就是那个被他嘲笑一场比赛罚失3个点球的帕勒莫。在比赛中，两人像找茬的碰碰车一样正面相撞，一跃而起的帕勒莫直接撞到了切拉维特的脖子上。除了帕勒莫，一些球迷也经常准备爆竹去对付切拉维特。在职业生涯的末期，切拉维特开启第2次不成功的旅游前往法甲的时候，就说自己厌烦了阿根廷的暴力，听上去还挺委屈。对球员这样，对其他人也不惯着，管你呀是什么人的。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，国家队球衣赞助商不允许他穿斗牛犬衣服上场，他就换成个大大的问号还击。1999年，他认为巴拉圭总统脑子长包，应该花更多钱放在教育上，搞什么门面，一度拒绝出战本土举办的美洲杯。退役后，他决定从政，口号简单却深入人心，为成为巴拉圭人感到骄傲。2023年，切拉维特代表青年党竞选巴拉圭总统，都以为是玩票，但最终得票率是本次总统选举得票率第5高的人，超过8个正经的政客。切拉维特可以算是足坛历史上最好的门将之一，也是数1数2的定位球大师，职业生涯共打进67球。但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毫无掩饰的张扬个性，这是足球世界的财富，也是我们热爱足球的原因。我是足球司机涵，客观看足球，理性扒真相。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视频，不妨关注点赞，咱们随时聊。